大家好，我是大蜡烛。先立一个 flag， 节后开盘，手游公司会成为新的市场大热点。届时有很多有价值或并无价值的公司也会经历从疯涨到泡沫这样一个过程。到时候，所有与米哈游相关的游戏公司也会变得非常热。等过了春节后啊，其上下游相关的上市公司必定有人不断给出更高的投资评级。我个人也完成了很多的调研。米哈游从交大学生组成的小团队，到尝试申报主板上市，上市之路随后中道而止，一个几年前只服务小众圈层用户的游戏公司，再到现在仿佛一夜之间引爆全球。米哈游到底经历了什么？这里面有非常多值得讲的东西。这家公司是怎么做到只拿了100万天使投资就干到全球老二的呢？为什么米哈游死活不肯接受腾讯的投资呢？原神最近又采取了哪些激进的做法？米哈游又将面临哪些挑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的策划祭天？以及我怎么看米哈游的未来呢？因为内容很丰富啊，也非恰饭视频，这期绝对压箱底儿。虽然原神一直在海内外持续的刷新营收记录，但至少依然有95%听过这个游戏名字的人没有意识到这款游戏的潜力。米哈游可是团队平均年龄才20多岁啊，给到天使投资人的回报直接上天。这对产业资本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其实，在最近10年，游戏领域很难吸引天使投资，一般就是圈子那几个人攒个局，当个生意做就完事儿了。很多知名天使投资机构看不大上游戏这个市场，因为他们都认为啊，开发游戏的生意更类似开发软件的公司，是项目制公司，做一个卖一个，项目生命周期也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进快出，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也就难有指数增长的效应。还有原因就是游戏属于内容行业，而中国市场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国内通讯技术大规模的升级跃迁，我们都会进入一段内容文化产业质量倒退的时期。因为顶级人才要么会选择去干渠道，要么会选择去做烂内容骗渠道。在米哈游创立初期，市场上的大热点是 O2O 啊、社交软件之类的模式。同样是上海交大的团队，饿了么创始团队才是真正的明星项目。而同样是交大年轻学生的米哈游团队，找遍了市面上大部分的投资机构，都把他们拒绝了。其实鹰角网络创始团队也是上交的，上交牛逼。大伟哥呢总被发好人卡，以至于大伟哥也发出过呐喊啊，我们开发的萌系美少女游戏肯定比外卖订餐之类的项目更受欢迎。当别人都不看好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浙商大佬支持了他们100万，占了15%股份。从某种意义上看，彼时这位大佬也正处于人生低谷，因为去年他自己的海外上市公司刚刚被美股做空机构香橼恶意做空，公司受到重创。但当年投资米哈游这个决策，现在来看绝对是一战封神了，回报率未来甚至会高于龚洪家投海康卫视，地表最强天使投资机构没跑了。但是有意思的是，目前并没有什么业内的媒体进行大量报道。我想一想，唯一的解释是这位大佬对什么史上最牛天使投资人啊这种虚名根本就不看重，或许是他觉得自己的段位本应更高。既然别的媒体很少提及，我们就暂且称这位投资人大佬为 T 吧。为什么说 T 哥的段位本该更高呢？因为当初他也曾占据了中国移动互联网流量的半壁江山。他和擅长产品的米哈游绝对是天作之合。那个年代，北京奥运会尚未召开，虽然中国国产山寨机数量之和远超品牌手机，但是如果有团队想开发个手机应用，都得以诺基亚的 Java 为基础。T 哥则做起了应用商店，并靠自家的应用商店团结了所有的山寨机品牌，大家都用这个平台为自家手机应用提供下载服务。当山寨机全部联合在一起后， T 哥在移动端上的流量直接全打诺基亚，脚踢三星。要是没 T 哥的站台啊，很多国产手机应用商都只能当地中地，甚至连早期跑在很多山寨机上的 QQ 都是 T 哥公司的程序员给腾讯写好，帮腾讯在自家山寨机生态中运营的。曾经在应用分发纵横捭阖的流量之神，如今却未能位列仙班。所以腾讯说什么也想投资米哈游，米哈游持续的给发好人卡，多少也透露着 T 哥的不甘。30年河东后，好不容易30年河西，哪有让你腾讯再占便宜的道理？当然，当下原神直接与各大手机应用商店硬刚，最后索性直接不上架，外界都在佩服原神竟敢以小博大，勇气可嘉。但眼看着原神忽然还真四处开花，谁说这背后没有仙人指路呢？
应用商店抽弹幕、行走江湖时积累下搞流量的功力啊，那肯定不是白给的，后辈们还是要多多学习。话说 T 哥本身也是个有意思的人，比如大学就读于某著名工科校，经常在学校里摆地摊赚钱，没毕业就南下广州做生意，后来又辗转到浙江创业，公司已经做得非常大了。T 哥还是经常骑着电瓶车上下班，后来有次电瓶车被偷了，给大佬气坏了。再就是曾经午餐顿顿吃写字楼对面的拉面。公司上市后 ，T 哥表示要邀请大家吃顿好的，然后请大家吃了一顿大盘鸡。我们把时间线回到米哈游的创业初期几位创始人都是上海交大电院同一届的同学。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搞事儿了。罗玉浩年龄最小，89年的；蔡浩宇和大伟哥刘伟都是87年出生，都是 EVA 死忠粉。大伟哥喜欢美里，蔡总则每天只穿 EVA 的衣服，所以有一段时间米哈游 logo 的颜色也是明日香的发色。大伟哥在学校时是学生会主席，所以搞管理搞组织比较擅长。蔡浩宇则是个内向的技术老宅，这个搭配其实也蛮般配的。开始创业时，他们先是做了2款单机小游戏，一款游戏还跟 EVA 片尾曲同名，但是初期2款游戏都不太成功，有品质但基本没赚啥钱，团队都还蛮沮丧的。我们带着信仰做出 EVA 音游小游戏，怎么能不行呢？怎么能没人买单呢？实际上音乐连版权都没有，那可不得下架吗？创业时他们找上海市科创基金借了10万元的贷款，花的也差不多了。大家毕业了，还是一直在坚持寻找方向。大伟哥天天在外面拉投资，路演也没少参加。当时公司商业计划书上写的目标和愿景就是做世界第1的2次元游戏公司。多数人一看觉得这也太不切实际了。其实我觉得米哈游早期员工跟阿里初创时还挺像的，每个人的精神都不是那么的正常，一个个都靠着中二之魂每天熬里给。溜肉程序员说，在加入米哈游前看了一些动漫，加入时感觉已经悟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我操，真老中二了。再比如永远的神美工老大 CC， 上面都是 CC 的早期作品。大4时在 QQ 空间认识了大伟哥，然后开始给团队做外包。多年来 CC 家里人总给他打电话说，你在上海一直单身，工作不正经，也没啥钱，不如早回广州啊。CC 说暂时还不能走，还是等这边公司倒闭了就回老家找个工作结个婚啥的。结果 CC 至今未婚。我 CC 老凡尔赛了，各种骚话发言太多了。比如曾面对采访说，齐亚娜这个角色最初是我在大4时创作的，当时水平有限我一度已经忘了我是齐亚娜的原设，请大家把凡尔赛打在公屏上。当前2款游戏做得不太行时，他们不停地思考接下来做点啥。当时2011年，可能是因为美国的行尸走肉这种僵尸片大火，然后市面上就出现了一款横版打僵尸的游戏，叫僵尸小镇，典型的美式卡通风格，有点像快面小朋友那款439游戏。大家忽然灵感就来了，我们把游戏主角换成一堆大头妹子，做一个萌妹拿着棍子打僵尸的游戏，可不可以呢？用大伟哥的原话就是，左边是僵尸小镇，右边是学院末世录，啪的一下，崩坏学院的想法就出来了。结果这个成功的 IP 后续当公司挣了10几个亿，生命力远超其他所有2次元游戏 IP。而且看招股说明书的都明白，某种程度上，原神很可能就是崩坏的续作，因为在米哈游招股说明书的申报稿有写，米哈游在崩坏3后，下一个大型开发计划就是崩坏编年史。崩坏编年史是一款角色扮演游戏，该作品以在中世纪欧洲大陆为背景，年轻的教育骑士修接受密令，开展了横跨整个欧洲的巡礼之路。修在旅途中结识了有名的骑士，并说服他们加入队伍。本身崩坏编年史计划19年上线，但跳票至今。而里面还说游戏战场地形有山川、平原、河流等，确实咋看咋像原神。很多人分析是因为首次冲击上市，因为 IP 结构单一，过得就不是那么快，就把崩坏的续作改成原神做了。当然现在原神出来了，也用不着上市了，上市才能募多少钱。当年招股说明书上还有几处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对崩坏 IP 的解释放在了特别靠前的位置。崩坏讲述了人们克服种种困难守护美好生活的故事，传递了积极进取永不言败的价值观和正能量，简直求生欲满满。光是永不言败就在申报稿里提了2次，老中二病了。实际当初的崩坏1开发出来后依旧不能算成功。在2012年 T 哥公司投资100万支持米哈游做崩坏学员，整个公司估值666.6万元，后面会有很多实例证明，这笔投资绝对算是战略投资。
天使 T 哥将会不断打出神助攻。比如在9年前，米哈游崩坏2还没上线，团队人数个位数，甚至连钱都没挣到呢。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的创始人王坚博士，当时能直接带着8个人来解决问题。也许是博士慧眼看中了米忽悠团队，又或许是 T 哥公司本身跟阿里云也是上下楼。走时博士直接留下了个人电话，说有任何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他。包括后来的崩坏3出海 ，T 哥的团队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大家也知道，米哈游在做原神前主要挣钱的2款作品就是崩坏2和崩坏3，但是崩1现在不仅停运，在各种关于米哈游的介绍上，米忽悠也不会提这部作品，这是为什么呢？崩坏1我当时还真玩了，到现在我都记着我在 iOS 上为啥下载崩坏1这游戏。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看到了这么段文字介绍。哦，你讲你是在看文字介绍吗？这是个萌妹子打僵尸的游戏啦，乃至表情是对本小姐心存不满啊！味儿太冲了，当年看到确实觉得不错不错，我喜欢。实际当时米忽悠做崩坏时，团队里只有4、5个老哥。如今我只想感叹一句，兄弟们不容易啊！盲猜这波文案是蔡老板写的。大家为了开发这款游戏，有人选择了延期毕业，毕竟多保持1年学生的身份，也就不会被扣上社会闲散人员的帽子。从后来的招股书上也能得知，现在米哈游不提崩1，也是因为这部作品压根儿没挣到钱，钱花了一堆，崩1第1年总流水也就几万块。有人选择休学，有人放弃盛大正经工作，第一批投资款花了不少，就这结果，大家请把泪目打在公屏上。我记得当时只要游戏图标是那种美式画风啊，天然下载量就高。国外公司长期在 iOS 图榜，不过米忽悠团队就是不信邪，就是想做出成功的2次元游戏作品。这是如果真的用投资的标尺是衡量这家公司，在事后我们能发现，这个小公司一开始就有良好的组织基因，甚至是思想基因。我跟很多创业者聊天也觉得，一个领导者一般管理的人数上限其实也就10来个人，所以基本团队到10个人时就要有愿景了。那什么时候要有明确的价值观呢？我觉得是40个人之前。米哈游老宅们天生2次元属性的反抗精神，让他们敢跳出来叫板渠道巨头，而技术改变世界的中二之魂也一直在调整着企业的格局。于是6个人又干了2年，干出了崩坏2。客观的说，我觉得崩2相比崩1进步其实有限，但这波如果再凉了，团队就真没退路了。万幸的是 ，B 站选择了与米哈游进行合作，作为米哈游的发行渠道之一。2014年1月26号，哔哩哔哩上直接给刚上线的崩坏来了个 banner 推荐位，第1天充值收入就达到了10万块。当时大伟哥看着自己的支付宝非常开心，感觉一辈子没挣到过这么多钱。结果第2天20万，第3天40万，团队每天都像做梦一样。要知道上线时团队也就7个人，大伟哥当了超久的客服娘，蜡烛也很后悔啊，没有当初多刁难客服。很快崩坏登顶 App Store 付费榜，后来公司也用不到1年的时间，直接完成了1个亿营收的小目标，营业收入1亿3千万元。有意思的是，米哈游确实也做到手里的钱还没捂热乎。同一年，崩坏3立刻立项开发。这一年，大伟哥的头发也直接白了。而崩坏2接下来3年总计贡献10亿营收。说到这里，蜡烛又后悔了，因为2014年崩2虽然有160万月活用户，但是你只要冲上6万多，就能成为当时米哈游前10大充值用户，并作为氪金大佬被永久的写进上市招股说明书里。因为上市前要对每年的交易真实性进行核查，需要这些数据，所以假设我当年要是充了6、7万，如今我就可以逢人就吹牛说，身为米哈游某一年排名前10的充值用户，米哈游还把我个人的流水数据写进他们的招股书里了，简直妙啊！回归前面的话题，其实刚开始 B 站与米哈游合作的方式非常友好，具体分成比例涉及到阿 B 的商业机密就不讲了，但是我可以讲的是，B 站相比于当时的手机应用助手抽取的比例真的是相当良心。如今各大安卓手机官方应用商店要抽成50%以上，这里大家注意啊，不是利润的50%，而是流水的50%，也就是用户充的钱1半多要给应用商店，如果是联运则要给70%。倘若米哈游当初走上了与人联运的老路，分到的那点钱肯定也不够去梭哈崩坏3以及原神。
如果正在看视频的观众里有独立游戏开发者，也可以分享一下如何不花1分广告费让自己的游戏被更多人看见。崩坏2正立点前后，米哈游团队开始了新的赌狗行为狂赌了一把，将崩坏3做成 3D 效果，哪怕当时的团队根本没有这样的经验。包括后来与 EVA 联动，以及豪掷地铁广告。地铁广告中选择的只有2个地铁站，一个是上海徐家汇地铁站，一个是日本的秋叶原地铁站。其实当时业内多少有点看笑话的感觉。有这些钱烧包，多做俩棋牌小游戏不香吗？愚蠢的小公司啊！但事实上，崩坏3推出前日本玩家以为崩坏2充值总金近1亿元。崩坏3 16年10月开始进行公测，2017年营收破10亿。紧接着2018年，在中国游戏产业发生了重大事件，将考验每一个游戏公司。我国的游戏版号足足9个月没有发放，整个行业一夜入寒冬。但米哈游却可以自信地说出：“抱歉，接下来都是我的回合。”事实上，此事件确实有利于米哈游在行业生态位中继续向上飞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游戏产业大体也分2个派系一种是重视流量与拉新，拼的是快速做出海量换皮游戏，以老牌页游棋牌厂商为主；一种是重视深度打磨产品质量和提高运营精细程度，以原神为首的沪上新势力上海 F4 为代表。而版号寒冬，很多棋牌捕鱼类游戏直接死掉。18年游戏公司倒闭了9705家，19年倒闭了18710家。未来审核周期变长，活下来的游戏厂商不得不珍惜每一个已经获得版号的现有作品。所以游戏产业的打法已向新势力倾斜，而做生命周期更长的精品，外加 IP 化运营是米哈游的看家本领。比如在 B 站制作短片，与店铺绝对盟谊合作电商，投资奇想天外等等。崩坏3里角色建模数已达到15000面，基本是同期其他产品建模数的5倍。另外，如何读懂老色批的需求其实也是一门高阶艺术，没个7、8年的沉淀真的是搞不好的。大家喜欢的那股劲儿不是这帮人做，它就是出不来。崩坏学园3收入占米哈游主营业务约84%，也是企业得以梭哈原神的现金牛。在版号寒冬时期，很多做游戏的从业者还有一个感触，就是各个渠道商对游戏行业的压迫反而更重了，有时真的是能挣到50%就不错了。这种平台税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平台税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任天堂红白机成为游戏界热销的爆品，很多内容供应商都希望合作，能在红白机上玩到的游戏就代表一定的品质。任天堂也会帮助不同的卡带在自己的线下进行销售，任天堂就定下了30%这个抽成比例。但我们很难说老任是万恶之源，因为当时确实是双方自愿各取所需，毕竟红白机是老任的招牌，能蹭上红白机这款游戏基本就成了。而且当时的卡带都是线下渠道销售，线下成本本来就高，但这一比例却沿用到了互联网时代，苹果的 App Store、Steam 平台都是30%的比例，国内不少平台索性直接涨到了50%。那为什么偏偏原神这款游戏敢于成为渠道巨头们的挑战者呢？因为米哈游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没有其他互联网业务的巨头游戏公司，其他大厂还有那么多各种 APP 在人家应用商店里，自然受到掣肘，没必要搞事情。说实话，有时候各种争议归争议，但是从游戏产业角度发展看米哈游战硬核联盟这一战，若是内容方打赢了，其实对所有的游戏从业者，甚至是内容从业者都是巨大的利好。我们也想像国外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一样，从本科开始，几个好友就尝试摸索着制作一个小的独立游戏。如果我上学的时候有这种氛围，我当年绝对乐意加入这种独立游戏团队，哪怕一天干18个小时客服都行。那为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土壤呢？近2年很多部门也提到过，电影与游戏的各类后期技术就是硬科技。是的，渲染、声音、I/O 都是值得产学研持续投入时间积累的硬科技。回顾历史，一个领域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的3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代工技术低端的产品，然后是第二阶段主研发加量产具有特色技术的产品。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的区别是能否积累大量20年以上产业经验的产业专家。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我们经常听见有20多岁的编程天才，有20多岁的原画大神，却没有20多岁的产业专家。那第3阶段则是科研加自主研发加高技术壁垒的量产。蜡烛我因为接下来会搞电影行业，所以也很清楚美国的电影产业历经100年，产业链上的一些公司才进入到了第3阶段。这个需要的就不仅仅是时间了。回到国内的当下，游戏产业界没有真正想做事儿的公司，学界自然难以加入。做游戏特效也能算是正经课题，做小游戏也算是正经创业。不过对于米哈游来说，我本就一无所有，生存也只靠游戏。别的大厂不敢烧钱搞跨平台游戏，我敢。韩国靠电竞全世界偷塔搞文化输出，那我们就做个开放世界出来。毕竟我们最初的目标就是技术宅改变世界，就是要引爆全球。9月原神上线，首月全球收入达到2.45亿美元，空降各国 iOS 榜单，横扫全球。中国的营收大概占了30%，紧随其后的是日本，大概贡献了1/4的营收。如果仅看去年11月的营收，日本的流水更是超过国内，其次则是美国、韩国。本月27国直接登顶，且在海外口碑一直是好评如潮，没有像国内两极分化。无论世人承认与否，这是中国的第一款真正拿得出手的世界级游戏。而且我认为，面对国外的年轻人，动漫与游戏就是2021年文化输出最有用的利刃，没有之一。大家可以关注我，这个话题后续我会持续跟进。目前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今年更高性能的手机普及后，原神用户的指数增长，更可贵的是鹰角、米哈游、莉莉丝、叠纸这些公司的创始团队真的太年轻了，是从小看动漫玩游戏长大的一代人，所以才能有创作冲动和对游戏的信念。大伟哥敢花上近乎创办公司以来全部的利润砸出一个原神，某种程度也是对自己年轻的自信。其实我挺希望米哈游将来做 MMO 的，大家如今只玩休闲，是不敢再对 MMO 抱太大希望罢了。事实上，谁不希望自己回家后比别人多一个世界呢？10年前，我作为现实中游戏不多的阿宅也曾经在多款游戏里感受虚无的爱情和真挚的友情，满屏的组队信息和公会里的闲聊，不断刷新，却只想着等着几个特定的人上线。在每次期末考试前就数着日子等假期，希望更多的头像会回来，再到慢慢等待着一排永远不会亮的好友列表，短暂而简单的任务，游戏内出现更多速成的方法，更无脑的发育方式，只好一个人在世界里四处游荡，在期盼着下一个现象级 MMO。 可随后而来的就是移动互联网大潮，这等好多年就过去了，好玩的国产 MMO 这种奢望是压根没在脑子里出现过，而国产 MMO 游戏成为世界第一就当个梦好了。可这时我又意识到，原神2021年单是海外营收必破100亿人民币。目前原神展现出的技术实力以及米哈游储备的现金，好像足以在下一个新的游戏 IP 去冲击跨平台 MMO 这个高地了。那么你们相信技术宅改变世界吗？我是大蜡烛，这期先到这里吧。接下来我会把 Sky 的故事完成，更多原神的故事我们下个月再聊。